本节目由思维师超光屏联合赞助播出，解锁上扬能量，推民自信上场。本节目由 SK2 特约赞助播出，根源抗老修护，年轻眼见为实，眼镜一戴人人爱，智能助手悄悄来，与华为智能眼镜2一起开始推理吧。开始推理吧第2季游戏规则，每期6个玩家将分为4个嫌疑人和2个推探，进行探案。真凶隐藏在嫌疑人中，真凶的任务是隐藏自己的身份，不被其他玩家发现。仅有案件真凶可以说谎。值得注意的是，本期加入全新玩法，作为真凶的玩家如果通过某个考验，则他可以在2位推探之中选择1人，将其黑化为 X。X 的任务是在接下来的探案过程中努力帮助真凶逃脱。游戏胜利条件：探案结束后，玩家进行真凶投票，如果真凶的票数低于其他嫌疑人，则真凶与 X 获得金钥匙，反之，其他投对的玩家获得金钥匙。2048年6月20日，推赛博科技公司的机器人展馆展会中突发爆炸。刚才好像是那边发生的爆炸。没错，导致馆长推 AI 当场身亡。经过众人的调查发现，凶手是利用含有 Y 元素的碎片与扫地机器人使用的蓝色有机清洁剂结合会爆炸的原理，杀害了推 AI。一定要找出杀死他的凶手。家庭式保姆机器人被拒，第一个跑的那个。为了给主人报仇，我必须杀了推 AI。我宁愿变成杀过人的人，也不要做一个天天被羞辱的机器人。逃离苦海，那就是他了。真正的凶手是小贺同学。我真的是很服啊！而当众人懊恼并未找到真正的凶手时，所有人都不许动，站起来，都严肃一点！妈呀！展厅突然出现了大批未知身份的黑衣人，强行将除了小金同学外的5个机器人抓捕。一字排开，把他们所有人全部抓进密室！放开我！都别嬉皮笑脸的，给我严肃一点！把脑机接头和衣服都拿出来，知道？他们拿出无线脑机接头，链接在5个机器人身躯的脑机接口之上，并声称要帮助被拒完成任务，找出某个至关重要的人，把他们关到自己所在的监牢。凶狠的黑衣人究竟是谁？被拒的任务会是什么？至关重要的人又会是谁？之前出现的神秘女子和她提到的推证的秘密又指向着什么？推赛博科技公司到底还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众人还将遇到怎样的故事？脑机记忆数据读取中。放开我！干死我们没有杀人。已读取记忆时间点：2036年6月27日。一个叫推手的人约我11点10分来乌可奈河边的碉楼见面。应该就这儿了。Wake up。
是大艺术家，我创造的娃无价。魔镜，魔镜，告诉我，世界上最可爱的娃娃在哪儿啊？客人您好，哎，你好，欢迎来到推赛博 AI 娃娃馆。我是 AI 娃娃馆的首席设计师，我叫 Barbie。您今天是来购买您的 AI 娃娃的吗？今天我约了人在这儿。可以，请让我来向你介绍一下我们 AI 娃娃馆的几个首席 AI 助理。哦，它是 AI 美妆娃娃，它可以创造出你想要的任何妆容。它是 AI 保安娃娃，哦，它可以保障您的安全。它是 AI 理财娃娃，它可以为您的基金更添一笔财富。嗯哼，它是 AI 智能娃娃，它可以满足您所有的需求。它是 AI 电脑娃娃，它可以给你提供情绪价值。好的。这个是 AI 助理娃娃，你有任何工作上的需求都可以向它求助。哦，好的好的。所以你要把我做成 AI 吗？我这个不赚钱的，你看我懂。我不会把人做成 AI。还有就这样啊，要这样转吗Tango。你也可以玩一下我们的魔法球，哦，它可以为你实现愿望，你可以许下你的3个愿望。 3个愿望。第一个愿望，哎，哎，你好。哎，哎，你好，居然有客户在啊！他是，我把公司当家住，随时可为您服务。如果你们有任何关于产品的问题，可以随时问我。我是推赛博 AI 娃娃馆的首席研究员、科学家。你好，我是科学家。你好，设计师、科学家，是。有才华2位。家人们好，我现在在推赛博。家人们好，我现在在推赛博 AI 娃娃馆。哇，这里有好多的俊男美女啊！我是网络主播克里，来，画个2维码，大家可以关注我一下，点个关注不迷路。主播带你们上高速啊！人好多呀！没想到这个地方生意这么好。大家好，我是白噪音。他不跟我握手。白噪音。对，我今天来这儿是
寻找失去的回忆的。我是上得厅堂，下得面条的家庭主妇。我再正式介绍一下，我叫做宁慢走，啊，宁慢走，很好记吧？您慢走，您慢走。然后呢，今日呢，我是前来寻找一个叫做推手的人，你们有认识这个人吗？都不知道，没听过，不认识。那什么意思？你为什么要找推手啊？因为我收到一封信，然后他约我在这个碉楼里见面，然后今日我就来跟他会面来了。碉楼里见面，这是个碉楼吗？那这是什么地方？赛博 AI 娃娃馆。不是，因为这个外观看起来就是个碉楼，然后你们是在里面做了个娃娃馆吗？啊，我们有人是这个娃娃馆的工作人员吗？这都是他是设计师、科学家。你呢？你们几个，怎么又到处乱跑啊？还在这玩 cosplay 呢？到点了啊，该打针吃药了啊！这位客人，您是？事情变得有意思起来了呢。这位客人，您是？我是我们推镇最有名的推探，我是来这个约了一个人见面，这个人叫做推手，您认识吗？推手？嗯，不认识。听上去你对我们这挺陌生啊。是啊，这不第一次来吗？哦，看来你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也不知道他们四个是什么人。他是主播，这位是家庭主妇，这个是科学家，这位是设计师。啊，你被他们都骗了，你被他们都骗了。这样，我现在就告诉你，这里是什么地？是什么地？精神病院啊。哎呀，你这灯不用怕了。你有亮光，你怕啥课？哦。白科和赫巴。白科赫巴，白科赫巴。你看起来像是要打针的人。你像那个精神。你还好吗？哦，好。推赛博精神病院。没错，这里就是推赛博精神病院。他们四个啊，就是在这里常住的病患。我们是在陪你们玩，你们才是病人。赛博精神病是这个时代的新兴病种哦，他们都是具有攻击性的。攻击性的啊，看起来都挺能打的。
那我就先回去上班了。反正你们几个肯定要接受治疗的，你小心点啊。好。他已经病了有一段时间了，不用理他。没错，看得出来吧？没错，各位，在下就告辞了啊！哎，别跑啊！没开玩笑的。所以这里是推赛博的精神病院。刚才那位看起来像工作人员的人说，你们4个人都是精神病。他是精神病，他是精神病，对。但从穿着上来说，我觉得他更像一个正常人，我们像妖魔鬼怪。对，所以我推断你们4个应该有精神问题，而且其中有一个人经常被击打后脑。没错，你猜对了。猜得非常准。所以他今天把头发都扎起来了，为了不让人打到。为了缓冲。缓冲。今天我是一个正常人，今天我来找推手，你们有什么提供一些有建设的意见？我还有病呢！灰炭怎么停电了？我又不是电工，你问我？你们知道吗？为什么停电？我哪知道啊？工作人员吗？我是工作人员，我只是设计师，我又不是管电的。电路在哪儿呀？你去找一下喽。我去找一下。啊？怎么又来电了？我们这里电路经常这样的，习惯就好了。攻击性的。其实这个人没那么重要，是他找我约我来见面，我没有那么想见他。那他肯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快来人啊！哎，妈呀！是你的推手吧？推手？哎呀，这个腿折成这样。推手跳楼了。跳楼了。哎，你是那个推阵排名第1的那个宁曼走探长是吧？没错，是我。我俩是巡逻保安。哦，我们每天晚上11点20都会准时在门口巡逻。刚巡逻了一会儿，就看见推手从那个5楼的办公室跳下来了。我们就赶紧跑过去，发现院长的尸体在河边，然后有一条腿还砸进了河里。我们这儿有这个执法记录仪的视频，您看一看。哦，好嘞。您推探就交给你了，交给你了，交给我，随时办案。开始推理吧，第2季第9案，推阵2048惊梦娃娃馆正式开始。现在是2036年6月27日晚上11点25分，本案被害人推手。经过初步排查，杀死他的凶手就锁定在芭比、白噪音、科学家、赫里4人之中，宁曼走暂时没有嫌疑，因此你是本案的推探。现在请嫌疑人离开，推探留在案发现场进行初步搜证。好吧，接下来来检查一下我们这位院长推手的尸体了。脸上都有擦伤，这是被打的吗？人说身上有很多这种擦伤。手上有个戒指，左臂。针孔被注射了什么东西？尸体上应该没啥东西了。5楼应该就是案发现场，去看看。
啊？哎，为啥这门进不去呢？是不是得有什么感应口什么之类的？哎，是这个戒指吗？戒指吗？难道是这个戒指有什么识别的？所以如果这个门是从外面打不开的话，凶手是怎么作案的？那这个门首先得开开，那就只有这个爆破了我们老白的这个传统美德。帅！哇！那也意味着这是个密室。先看看屋里有什么东西。按照您的需求，已经升级了您办公室的安保防护系统。该系统与您体内的生命体征监控芯片关联。如果您不幸身亡，您办公室的门窗会第一时间自动回弹并封锁。哇，这么神奇呢？也就意味着我们这个馆内停电的时候是他死亡的时间。你们知道吗？为什么停电啊？我哪知道啊？那个时候4位嫌疑人都跟我在一块儿，就是他们不具备这个作案能力。那也就是说，那个时候的那个推手还没死，那他就是应该用了一个定时让他从楼上掉下去的一个装置也好，或者一个手法也好。窗户在哪儿？这是窗户。哎，如果是先给他迷晕之类的，然后通过一个定时装置，然后让他在那个点儿跳下去，推赛博精神病院诊断书阅读器啊。好，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这个，昨天那个照片里的那个人就是这个人推手嘛。哇，这还有封遗书呢。赛博迷晕了。一种无色无味的迷香，备注：携带触控戒指的人对本迷香免疫。啊？手上的戒指。案发现场初步搜证结束，经推探带领嫌疑人移步至动脑堂，准备问询。推探搜查案发现场的同时，动脑堂的成员也搜集了与本案4位嫌疑人相关的部分证据。请玩家们查看证据。我的妈呀！哼，是白哥呀！我跟你说，白哥是我最崇拜的人。好精致呀！我今天知道谁是杀手了。我今天发现都是一些很滑稽的证据。天哪！渣男。就知道你不是个好东西，我跟你说。没错，就是我。你说的一点都没错。
好的，那么首先呢，欢迎4位。啪叽！哎呀，是有点垮呀你。不好意思啊，今天那个第一次当侦探。行吧，那咱们开始了啊。首先第一个呢，今天的这个被害者叫做推手。案发时间是2036年6月27号晚上的11点22分，案发地点就是各位所待的推赛博精神病院了。所以首先呢，我们就先说一下各位跟这个死者的一个关系。你们除了是精神病院的病人以外，还跟这个死者有什么关系？我们从科学家开始来。完全不认识。没了，没了，完全不认识，完全不认识。你在那个精神病院待着，你是一个病人，他是院长，你怎么可能跟他完全不认识？我不是精神病，他说我是精神病，我就精神病啊。那你是啥？我是科学家。哪儿的科学家？赛博 AI 娃娃馆的首席研究员。对啊，那你连你们馆长都不认识？你怎么在审问别人啊？你也是嫌疑人。他是那个推探位。对，我是对。请摆清自己的位置啊！什么？我说这个推手他说他自己是精神病院的院长，我是娃娃馆的首席研究员，我们是娃娃馆和精神病院不是一码事，我肯定不认识他。OK 啊，好，行，下一位，我也完全不认识啊，完全不认识。对啊，你今天问的时候，我还第一次听说这名字呢。所以他说你是精神病这件事儿，我也表示怀疑。你表示怀疑啊？对。OK， 芭比呢？我也不认识他，我跟他没什么关系。你跟他也不认识啊？对啊，我连自己是精神病我都不知道，我跟他能有什么关系啊？哦，你现在知道你是精神病了吗？不知道啊，我不是精神病啊。啊，不承认嘛，对吧？这怎么叫不承认呢？你有诊断书吗？不着急，会有的，各位。好的，那我等你。各位都不太正常。白噪音呢？同上，你给我把那几个字说出来。同上什么意思？你也跟他都不认识是吧？好的，行吧，这一环节等于没说。各位都跟他不认识，那就这样，我们一样样来啊。第一样呢，是一个手机证据。案发的时候，2个保安嘛搬进来了一具尸体的同时呢，他把这个手机也给了我们。我们这儿有这个执法记录仪的视频，您看一看。哦，好了，这个手机里拍摄的就是当时案发时候的情况，我给大家播放一下啊。现在是2036年6月27日晚上11点22分，我们已经开始巡逻了。看一下今晚的夜色。啊！有人跳进来了！再就是那个当时案发时间嘛，他说得很清楚，23点22分，眼睁睁看着这个人从5楼跳下来了。他这个人尸体就是坠楼死的吗？还是早死了被扔下来呢？具体不确定，因为当时我们是同时在一起嘛，你们各位都有不在场证明，所以我有3种猜想：第一是什么呢？有帮凶；第二就是我认为可能是设置了一个机关，定时机关嘛，比如说到了这个时间，机关一触发，他就从楼上跳下来了。很多的一些手法嘛，就是为了证明自己不在场嘛。对，所以我就说是不是先被干死了，然后。对。所以一会儿会有这个有没有先死的一个逻辑在里面。第3种可能，我觉得是他自己跳的，就可能他是服用了某种药物，或者是注射了某种药物，导致他自己跳下去了，产生幻觉了。接下来说尸体，在身上呢，基本的伤痕啊，全部都符合坠楼死亡的伤痕。但是呢，我在他左臂的一个地方发现了一个针孔，也就是被注射过的一个痕迹，也就意味着他在跳楼之前是被注射过东西的。那这个是什么东西呢？我们不得而知他注射了什么，可能是他，比如说他有什么疾病或者什么的，这是第一是他自己注射的，第2个角度是有人帮他注射了。那我检查完尸体呢，我就去到了这个5楼。我刚一上楼，发现呢，这个房间，我给大家画一下这个房间的一个构造吧。啊，这个房间呢，这是电梯，一进来之后呢，是一个这样形状的一个
房间，窗在这儿，这是办公桌。OK， 大概是这样，这是电梯，啊，升降的从这儿上来，这是门啊，这个是窗，也就意味着它是从这儿跳下去的，啊，但是这个窗户现在已经封死了，这个门呢也是封死的，我上去的时候是打不开的，然后屋里也没有发现人，啊，也就意味着这是一个密室。在5楼呢就找到一些线索，第一个就是这个安保公司的一个留言，哎。尊敬的推手先生您好，按照您的需求，已经升级了您办公室的安保防护系统，来保护您的重要机密文件安全。该系统与您的体内生命体征监控芯片关联。如果您不幸身亡，您办公室的门窗会第一时间自动回弹并封锁，全楼内部断网断电，以确保核心设施停止运行，阻止他人窃取、转移机密文件。1分钟后启用日常所需的备用电力。哦，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推手死了时候才会断电。当时我们共同经历了断电的时刻嘛，灯黑了吗？我哎呦别疼！灰炭怎么停电了？确定了他的死亡时间就在那个时候断气儿的。哎，我们当时停电的时候，和保安把他抬进来这段时间有多长啊？5分钟到10分钟左右吧。那有没有可能就是刚刚说的，他在跳楼之前就已经？他在跳楼之前已经死了是吧？对啊。所以这张纸就告诉你一个逻辑是不可能的。为啥？因为我进到那个房间之后，发现已经开启了这个机关封锁窗，将从墙面滑出。这个窗已经滑出来了。哎，好，窗户封死了。就是他死的那一刻，这个窗户咵才滑出来。才把这个所有的窗全部关闭，门关闭，产生一个密室的一个氛围。这个就是硬性条件，就他必须要断气儿的那一刻，那也就意味着，如果他在房间里断气儿了，他就出不来了，那他就出不来了。对，也就意味着他一定是落地那一刻，这个窗关上的。那跳楼致死呗，没错，跳楼致死啊！死之前是否昏迷或者是否有幻觉，这个我们还不知道。那接下来呢，是一个这个东西叫做什么呢？叫做赛博迷庸了，啊，赛博迷庸就很赛博，一款无色无味的迷香，而且它配备一个触碰戒指。我手上戴着这个戒指呢，就是这个遥控戒指。每次触碰这个戒指之后，可以释放10秒迷香，吸入迷香后立即被迷晕，被迷晕者右耳后会留下黑色痕迹。备注。携带这个戒指的人不会被迷庸，那这个戒指从哪儿来的呢？就在死者的身上。手上有个戒指，而且我检查了死者的右耳后面没有黑色痕迹，也就意味着他是使用这个戒指去迷庸别人的一个使用者。这是他的东西，对，就是他办公室里的，他可能要见某一个人，或者是见谁，然后他要摁一下这个戒指，这个就放了10秒的这个迷庸了，就把来的人给迷庸，或者是怎么样，它的一个功能性的一个东西。所以呢，我要检查一下在场你们4位的耳朵了。你们谁的右耳后面有黑色痕迹，也就意味着你去过5楼那个办公室。那我来了，还是你们谁自首？你有啊？我怎么知道我有没有？我看不到我右耳后面。相信我，黑虎掏心。这位小朋友后面有一个啊。你自己弄，你自己弄耳朵。你也有啊？都有，也有，说你没有一样。好，也就意味着你们4个都去过5楼那个办公室，都被迷庸过，每个人都有过。你们记得你们去过那个办公室吗？不记得。记得。你呢，白噪音？没有，不记得，没去过。没去过。
不记得，完全不记得。但是现实的证明是你们都去过嘛，对吧？你们去过不记得了，或者是你们在别的地方被迷晕了，也有可能，对吧？对，也有可能。我在那个他的桌子上有个电脑，顶上发现了一封什么呢？遗书。哇，这还有封遗书呢！那不就自杀吗？但是我认为他为什么不是自杀呢？这个我相信这个遗书是凶手伪造的原因是什么呢？在他的 pad 里有一个今天代班的事项。原来这个院长，昨天那个照片里的那个人就是这个人推手啊。上面写的已发消息给宁曼走，约他今晚见面，我会告诉他全部真相。也就是其实今天这个推手约我来见面，是要告诉我一个真相，但是他没有见到我，就已经死了，他就死了。所以呢，他不可能是自杀的，因为他没有见我呢。他今天是有安排的，这个是一定是凶手伪造的一个遗书啊。那还有呢，我发现了一个这个东西，这是推真日报啊。哦，啊，最重要的是这个，震惊推震，毛骨悚然的娃娃藏尸案。娃娃屠夫残忍虐杀5人，2036年4月3号的报纸。从去年起10月10号开始，一个被称为娃娃屠夫的连环杀手，在半年内残忍杀害了5名受害者，其作案手法之独特与残忍，震惊全镇。每一起案件中，娃娃屠夫均采用了相同的作案手法：先用板砖拍死受害人，随后将尸体藏匿于大型玩偶娃娃内部。更令人发指的是，凶手还会从每位死者身上剁下右手的食指，其动机尚未调查明白。我先把这个时间写上吧。5名受害者，第一个姓周嘛，周某某，35年啊，10.10号。第二个姓钱，也是35，11月1号。孙，12月17号。向，12月28。最后一个姓金嘛，36年4月2号。OK， 就是这5个人都是被这个叫做娃娃屠夫的残忍杀害了。上面贴了一个便条纸，上面写了4个字，叫做“原来是你”。应该是推手知道了这个新闻里的杀手是谁。我推测啊，这个推手就是被这个娃娃屠夫杀的。但是还有一个疑问是在哪儿呢？如果这个凶手是娃娃屠夫，他每次作案的手法都是相同的吗？但这一次是坠楼而死的，也就意味着他跟他以前的作案手法是不一样的。作为一个凶手来说，我的理解啊，他一定会一直用自己的一个惯用的一个杀人手法，而且他说了嘛，每一起案件娃娃屠夫均采用相同的作案模式，所以我觉得就很有可能不是这个人杀的这个人。对，他没必要去做一个新的杀人方式。对啊，新的杀人方式。他既然杀了5个人，也不差这一个了。都不怕，他干嘛还要伪造一个自杀的一个死亡？是的，他不怕了吗？这肯定不是一个。但是我觉得这个新闻让我最感兴趣的就是有一个新闻叫做“好爸爸手术”。好爸爸手术来了，男人也能怀孕了。手术后能体验10月怀胎的喜悦。还真的哎！在场的4位男性，你们谁想去做这个东西？你想不想？你先说说。我是侦探，你没有资格问我，闭嘴。搞到这个东西啊，这个叫做推赛博精神病院诊断书阅读器，但这个诊断书却不见了啊，只有这个一个手电，他可能需要用这个才能看到里面的内容，所以这个具体诊断书关于你们4个人是什么病，现在还无从得知。还有一个推赛博科技公司的一个盒子，
里边有东西，但先打不开，现在是有密码锁的。推赛博科技公司。OK， 这是我在现场以及这个尸体身上发现的所有的疑点。那行，那咱们按顺序啊，先从那个我们 Barbie 的开始吧。你先分享你的证据。我搜到的证据是白噪音的证据，是在他床底下找到的。首先第一个是一个家的小模型然后这是他们的家，他们是毕业于推佛大学，有很多小妹妹迷恋着这个白噪音。然后他跟这个人在床上，然后步入了婚姻殿堂。这个在沙发上休息，他在打扫家务，这应该是他们幸福小家的样子。OK， 你分享一下，这一个是没错。我呢毕业于推佛大学，由于个人魅力太强，在学校非常之受欢迎。毕业之后呢，就去了世界排名第1的火龙果公司，然后呢，在公司里边也是很厉害。受到同事们的爱戴。突然有一天呢，我就遇到了金嗓子，就吸引住了我。好的。他叫金嗓子。然后呢，我就对他展开了猛烈的追求，然后我们就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因为我这个人就是，就喜欢做家务啊，做饭啊，打扫卫生啊，所以基本上在家里我就。每天都给他们做好吃的，金嗓子也是每天都在夸我好厉害啊，然后真好啊，我们就一直幸福的生活着。第二个证据是在枕头下面发现的一个海报，是白噪音跟金嗓子，然后在后面隐隐有科学家的身影，他在后面注视着他俩。你这个变态！说到这儿我就来气。暗中观察他们看的表情，他不止一面呢，后面还有他跟金嗓子在逛超市，他还走。在他后面。后面他出了一个头。还有要把它打开，打开以后呢，就是这个他的噩梦一样的一个东西。这有一个杀手，手上拿着一把刀，然后有一个熊，里边藏着金嗓子。这金嗓子被杀了。对，他在里面躺着呢，不是？这边这边是他的噩梦。这是什么东西啊？解释一下吧。我解释一下，你不要碰我，我告诉你，我今天就碰你了，小心。我给你来招黑虎掏心。金嗓子，他就在那个楼上上班。就刚才那个碉楼。对，碉楼推赛博 AI 娃娃馆。对，没错，他在那里上班，我每天都会去接他。然后后来就突然有一天发现，他有一个同事，就每次我去接金嗓子，他就会一直盯着我看，很奇怪。那个人就是他。他是金嗓子同事是吧？对。然后呢，突然有一次呢，他跑过来，就说：“你不认识我了吗？”我说：“你神经病吧你是咋的？你是实在是被我们家金嗓子迷得神魂颠倒了，想把他从我身边夺走是吗？”我对他很反感，然后后来呢，就发现我老婆出去约会的时候，他在后面狗狗祟祟的，一直跟踪。对，有一天我老婆很晚都没有回家。很担心他，然后就不小心看到了一条信息那个手机上有一个信息，就是他发给金嗓子，说什么？说约他出来设计什么产品之类的话但他这个人就鬼鬼祟祟的，我就觉得他有问题。当然，然后我就赶紧出去寻找金嗓子，走着走着就发现街上有一群人聚集在一起。然后突然旁边有人说这个地方有娃娃杀手什么的，然后我突然就心里边有不好的预感，然后就把这个娃娃打开，发现果然是我们家金嗓子。
他死在了那儿，被塞在了娃娃里边，然后手指也被砍掉了一根。由于我太难过了，就是身体产生了不适，突然有一天就觉得自己的眼睛好像看到了重影一样的，我的右眼可以看到重影，左眼看不到，然后我就把左眼捂住，然后我就发现我眼睛里边出现了2个女人，一个是金嗓子，跟她以前在世的时候完全不一样。她以前很温柔每天都夸我，出现在我眼睛里的这个人呢，就很凶残、很残暴，骂我甚至还要打我。然后另外一个女人呢，也有一些凶残，但是她嘴里一直在念叨一句话：借腹生子。借腹生子，对。然后就这2个重影就一直在我的眼前出现。我发现这个，我刚才他说那个他的那个金嗓子嘛，金某某是今年4月2号遇害的嘛，没错。然后呢，你刚才也说了，他是在那个推赛博精神病上班嘛。其实我看到还有一张照片，顶上写的这个推赛博核心研究员，能确认这2个人都是在推赛博上班的。所以呢，我合理怀疑，可能这5个死者都是在推赛博上班的人，有可能。然后这个就比较吓人了，这里有一个娃娃，是在他床底下找到的，他好像身体里的血在被倒到一个小碗里面。这是一把刀插在他身上吗？对。这个应该就是你啊！为什么？哦，他在诅咒你啊！白噪音，解释一下这到底是什么东西？你要这么讨厌我吗？你怎么有这样的爱好？因为我眼睛不是会出现重影吗？对于我来说非常折磨。然后呢，我就在网上搜，看有没有能解决的办法。然后就搜到了一个，然后我就试了，果然是有效的。治好了？没有好，就有效时就是不一样了，它就变回像以前的样子了。他还告诉我了一件事，说他是被科学家杀害的，而且科学家就是这个镇子上的那个杀手，瓦尔图夫就是他。哦，我们大胆假设一下，就是也就意味着你金嗓子死后你能看到他的鬼魂，对吗？我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鬼魂，反正就我眼睛出现了这个幻影，也有可能是我自己精神病就幻想出来的，也有可能但是不知道然后呢，所以呢，我就一定要给金嗓子报仇。你想杀我？然后呢，我就又搜了一个办法，升级改造了一下，然后就需要拿到他的头发，塞到这个娃娃的身体里，他就会自己死亡。所以你做完这个仪式了吗？没有啊，我今天来这儿，就是想拿你的头发。不行，啥也别说了，拿来吧。你看看他说的这些东西，他全部都是虚幻，没有。什么叫虚幻？难道我的金嗓子也是虚幻的吗？你想杀人是你看到了幻影，幻影告诉你是谁杀的，你就觉得是谁杀的。的确死了呀，是死了呀，但是你也不知道是谁杀的，你就选择相信了一个你的幻觉。因为你总跟踪我们。我跟踪你有我自己的原因，不重要。你连问都不问我一下就要杀我，也可能是他对金嗓子那个太痛心了。等会儿听我跟你讲他的事儿，我知道好多他的事儿。怎么？你觉得好？就纯你就是精神病，你今天。所以，现在又有第4个证据是床底下找到的推健康能量补给瓜子，它里边全是瓜子，
你解释一下吧，这什么瓜子儿？因为金嗓子离我而去，我整个人非常的萎靡不振，我只能去靠吃一些能量瓜子来补充自己的能量。有瓜子。你现在有点这个瘫在这儿了，补充一下，你给我站直了好吗？我今天没吃能量瓜子，所以可能没啥能量，是吧？来补充一些能量，来都补一下。推荐你们服用这个能量瓜子。会让你们充满能量。真是瓜子儿啊！真是瓜子儿。哎，这个你吃多久了？能量瓜子。吃了1个多月了吧？嗯。第5个证据呢，也是在他的柜子里面，推赛博精神病院的诊断书。那，看看这上面写啥？哦吼，好。上面写说，白噪音入院日期是2036年5月1日。说清醒期间自述脑子里常出现4段婚姻。5年前35岁的他，绝顶聪明，原与高材生老婆十分契合。婚后1年，妻子以不够顾家、胜任不了家庭主夫为由提出离婚。3年前35岁。成为完美的家庭主妇，婚后不久，妻子以没有做好爸爸手术无法生育孩子为由提出离婚。2年前35岁，婚后1年，为妻子诞下一对龙凤胎，却得知妻子跟自己结婚只为借腹生子。离婚后，他带着孩子离开。第4段婚姻是今年35岁，妻子工作压力大，长期喝酒，对自己家暴。诊断结果是。患者有较严重的精神创伤，时常产生诡异幻觉，确诊为赛博精神疾病中的妄想症，产生并发症间接性失忆，时常忘记自己患者身份，以为自己是尽职尽责的完美主妇，所以你是有病的。你就天天就靠想，你啥也不干，你就往那儿一躺就开始想。可是金嗓子，这真实存在的呀，那也是我幻想的吗？谁还信你？清醒期间自述脑子里常出现的4段婚姻。清醒的时候，哦，就是说这4段都是真实的。我觉得他是这样，他是经历了这4段婚姻，造成了他精神病，受到了太大的创伤。啊，我不是精神病。不是，那他清醒的时候，他还每年都35岁吗？他清醒的时候自述他的4段婚姻，5年前35岁，3年前35岁，2年前35岁，今年也35岁。1年经历了5段婚姻，4段婚姻。对。还当了一次爸爸，对，生了个孩子，没错。OK， 没关系，这是疑点嘛。对，他备注是手术记录存档于4楼病案室，医生签字推手。4楼有个档案室是吧？哎，一会儿我们要去看看。OK， 不是这些东西你不应该直接问他吗？你有没有什么想交代的？面对这个证据，有什么好交代的？我不觉得这是我，这你们造假呀。你的意思是在你房间里找到的这个精神诊断书是假的？对，你否认这上面一切的信息？否认。动机，杀害推手的动机吗？没有任何动机。他对科学家有动机啊？科学家现在他是想杀了你吧？你杀不死我的。那接下来由我们这个盒里，我了吗？是谁的物证？科学家的证据。第一个是他枕头旁的一个手机，然后里面呢有一个他自己跟自己对话的视频。如果你看到这段视频，麻烦你告诉我，我手机相册里面拍的那个男人到底是谁？显而易见了，就是咱们的白噪音。他偷拍我。对，偷拍了你一张照片，然后他另外一个人回答他了，是白哥呀，你不认识他吗？他可是我姐夫呀。我跟你说，白哥是我最崇拜的人，他是我认识的除了姐姐以外最有智慧的人。你爱的是他，不是他老婆。什么？原来你约我老婆出去是想让她退出？然后他不退出，你就残忍的把他杀害，你是人吗你？这么说来，这个眼神都可以理解了，那个海报上的。
他和姐姐谈星星，谈月亮，谈爱情，谈理想，谈恋爱，反正就是两个人在一起特别的好。然后呢，后来姐姐像变了一个人啊，他就跟姐姐分开了。之后，姐姐就因为这件事情，对于家庭也都彻底失去了信念，自己一个人就躲了起来。为什么我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啊？这个是和我做的那个手术有关，但是我真的一开始是不想签字做那个手术的。可是你应该会理解我，对不对？因为你知道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那凭什么你可以去享受生活，我要在这里替你不停的工作呢？什么意思？手术是什么？你跟金跟白的关系是什么？这个事情说来就非常的话长了。我呢，是在4年前，在2032年的时候进入到了这个推赛博的公司开始工作，直到4年后，2036年的2月份开始，我因为一件事情开始有点分心了，就是因为我看到了白，我看到他出现在了我的公司。我看到他之后呢，我的身上就开始有了一些闪回的画面，一些以前我和他在一起生活的画面。哦，什么东西？他们俩生活过。你们俩生活的画面。所以好爸爸手术是为你俩？不是的。好。他被起静电了。我就好像似曾相识，认识这个人。我因为一直闪回这些画面，我就开始怀疑我的身体里面住着另外一个人。然后我就开始录下来一个视频。我觉得如果我有另外一个人格的话，可能我就可以用这个手机里面录下来的视频和我另外一个人格对话，也就出现了刚才你们看到的这个视频，其实就是我和我另外一个人格的对话。我手机相册里面拍的那个男人到底是谁？是白哥呀，你不认识他吗？然后我通过跟他对话呢，得知我以前有个姐姐叫柯壳。我以前的这个姐姐呢，和他在一起。哦，柯壳。和他在一起之后，有一天我的姐姐性情大变。我的姐姐是一个非常谈理想、谈工作的一个人，变成了她需要求自己的另外一半非常的顾家，陪伴自己。然后他呢，又是一个比较喜欢工作的工作狂，所以就因为这件事情，我的姐姐就跟他分开了。胜任不了家庭主妇，但是其实是只有5年前的那段婚姻，第一段婚姻。看看手机里还有什么。金嗓子，金嗓子你好，我是您的同事科学家，我想跟您了解一下娃娃馆最近的业务情况，方便有针对性的开发芯片。我们晚上7点可以在附近的咖啡店聊一下吗？说吧，你约我老婆出去干嘛？我约金嗓子是因为我当时希望去调查我姐姐的事情，就是为什么我看到你会产生我的姐姐和我还有她一家3口的感觉。明白了。啊，所以你跟踪他也是因为想要跟他去沟通是吧？对，所以我要去调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看到这个人会出现这样的画面，所以我就想到，既然我现在联系不到我的柯壳的这个姐姐，我有可能会联系得到她的这个金嗓子，因为金嗓子和我是在同一家公司上班的。你知道他们俩谈恋爱吗？我知道啊，因为我每一天到这个公司看到他的时候，他都在等这个金嗓子下班，但是在我的那个闪回的画面里面、印象里面，他跟我姐姐那段感情的时候，他是一个非常在乎工作的人，从来不会特别在乎陪伴自己的伴侣和顾家。但是我这次看到他的时候，不一样了。他每一天都在等这个金嗓子下班。金嗓子魅力确实大哈。那你对啊，人格魅力啊。所以你性格也变了吧？他的性格也变了。我没有变。但是，有一次你接到这个金嗓子下班的时候，我还听到这个金嗓子在骂你，在骂我。他说你人老，说你脑子不好，说你嘴也不好使。没关系，打是亲，骂是爱。他不是骂，他是羞辱了已经。
我就喜欢被他羞辱。原来你是个，所以他羞辱你，你感受到的也是美好，对不对？没错，就是爱他。那就对了。他会把不好的东西都想象成好的，因为他受过创伤嘛。那如果是那个诊断双对的，那其实就是妄想症。那你做的手术呢？这个是和我做的那个手术有关。这个手术呢，视频里面也讲到了，是一个我非常不想做的手术，但是因为我想要留在那个公司继续上班，上班的这个前提就是我必须要做这个手术，他才可以留在这里上班。这个手术就是一个叫做脑肌分离的一个手术，就是它会给你的人体里面分出2种不同的人格。好。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会和自己有2种人格的对话？一个是我的工作人格，还有一个就是我的生活人格，是做了这个手术之后被强行分离出来的人格。这么多年我过的生活都是我的工作人格。下一个证据是一个相框。这个相框呢，就要留到和新嗓子见面的那一天。这是你。这是你吧？说，解释一下。我约这个金嗓子出来，为了调查你的事情，然后他如约而至来到了这个咖啡店，我就跟他坐在一起喝咖啡，因为他已经来赴约了嘛，我想着我们2个起码可以聊一些事情。结果他跟我说话的态度就和他在公司楼下跟我讲话的态度很像。他说让我离他们的生活远一点，让我滚远一点，让我怎么样，然后怎么样。然后说完之后，他就站起来要走，他就把账给结了。这个时候呢，我还出于礼貌的觉得我不能让我前姐夫的现任老婆请我喝咖啡。What？ 所以我还追着出去，想要去找他 A 一下这个钱啊。然后在我追他出去的时候呢，我就发现有一个人在跟着他。我跟着他，因为我看到了他拿着一块板砖跟着他，所以我当时就觉得事情不对，我就马上掏出了我的手机拍下了这张照片。好。拍下这张照片之后呢，我就目睹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我要告诉你们，非常恐怖。Barbie 拿着这个板砖，把他拍死了，溅得自己全身都是血。然后在杀死他之后，掏出了一个娃娃。原来是你杀了金嗓子。然后我就见状不对，我就跑了，我就赶紧跑了。但是跑的回来的路上呢，我就想，我说这个又杀人又拿娃娃的这个东西非常像，先用板砖拍死受害人，随后将尸体藏匿于大型玩偶娃娃内部，非常像娃娃屠夫。但是我太害怕了，没看完我就跑了嘛。好，证据3，推证日报，推证首屈一指的人工智能领头人，推赛博科技公司老板巴爸，在昨日一场车祸中意外去世。巴爸喝的茶是特调强身健体茶，除了巴爸本人以外，无法复刻。他爸就是研究了一种药嘛，对，能强身健体嘛，一种茶嘛。这个茶是他爸独一份才能喝的。这个巴爸呢，就是他爸，是我们公司的老板，也是他当时逼着我签下了做那个脑肌分离手术的那个人，他设下的这个规定。然后我们是同事嘛，在公司里面，其实她就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孩子。我那天看到她杀人这个东西之后，回去之后就觉得她很反常，我就联想到了有没有可能是和她那个手术有关。所以我当时就想，那这个手术有关的能联想到谁呢？就是巴爸。所以我就想要去调查这个巴爸。然后我再去找这个巴爸的时候呢，发现这个巴爸已经死了。死了之后呢，我就在观察芭比的时候，发现他最近迷上了喝茶。哦，就是你那个喝茶的。那个特调的茶呢，就跟他爸爸以前喝的那个是一模一样的，他们喝的方子是一样的，他们喝的方法也是一样的，他们喝的状态也都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我就在想，有没有可能是这个八爸在他的身体里面存活着。那不是我爸吗？我下来怎么了呢？但是这个茶是八爸特供。对啊，专人专茶。我是他女儿吗？这不可以继承吗？所以我要么想找到他，问出一个解决方式，要么就是干谁啊？你要干掉他？就干掉他，就等于干掉八爸了呀。你都看见他杀人害怕的跑了，头都不回，你现在还主动着，你给你厉害的，哎呀！你为什么要想杀他？因为他逼着我做了那个手术，所以就确定了你脑子里现在是你爸。你现在就是八爸，你就别那演了。叫我爸比。俩都没有什么区别，爸爸和爸比有什么区别呢？所以是一个人，对吧？爸爸和爸比。收到我的证据再说吧。行，还有一个线索，他的诊断书，患者姓名、科学家、入院日期，36年5月1号。患者在清醒期间自述自己看到生活中的熟人之后，工作人格开始觉醒。患者表示曾经接受过脑机分离术，但规律切换的生活人格和工作人格开始紊乱。诊断结果，患者确诊为赛博精神疾病中的人格分裂。我不是人格分裂，我是做那个手术。入院观察记录，产生并发症间接性失忆，他俩都有这个问题。备注：手术记录存档于4楼病案室。所以总结就是，你们要相信这个手术的事情，是不存在人格分裂的。No， 我觉得有，因为你们确实接受过手术。就是4楼这个档案室一定会记录的什么？一会儿咱们去了再去断言。这个到时候我们再去看吧。现在他对这个推手也没有杀人动机，但是他对芭比有杀人动机。他想杀我，我想杀他。把你的证据拿出来分享给大家。啊，轮我了。芭比的证据啊，有一个玩偶，这个玩偶的背后被乱刀戳的那种，像诅咒娃娃一样的感觉。哦，你有什么想说的吗？是这样的，这个呢是我爸爸送给我的一些小玩具，但是我觉得到后来我内心中有一些事情是没有办法只用这些玩具来宣泄的。然后呢，我就自己做了这样的一个很像我爸爸的一个小木偶，来宣泄我的心中我的愤怒。就你对你爸是有愤怒的。对。下一个证据是啥？这个伞里边有些字儿，雨停了，阳光就会出现。放心，以后没人敢欺负你了。这什么意思啊？这个伞是这样子的，这全是我自己手工做的，代表着我的一些童年的阴影也好，或者是一些特别不好的回忆，所以它是黑色的。我得从头来讲一下我的故事。我爸爸叫巴爸，从小我就失去了母亲，他是去世了。我爸爸给了我很多爱，但是这个爱有的时候呢是一种控制，有的时候是一种比较畸形的东西。他要我完全按着他的安排去生活、工作、吃饭，所有的一切都得听从他的安排。如果不听从他的安排呢，他就会惩罚我。所以这些东西会给我带来很多童年的阴影。等我长大以后，我就会想要去帮助和我有过同样童年的人，所以我就会给他们送一把这样的伞。雨停了，
阳光就会出现。为什么会送一把伞？是因为我希望我童年的时候也有人为我遮风挡雨，也为我送一把伞，但是从来没有过。所以我长大以后，给每一个我遇到的这种被控制的、畸形的管理着的那些人，送去过一把伞。那为什么伞上还挂着一个这个骨头串呢？这个骨头串因为上面有字的，周爸爸35年10月10号，钱妈妈35年11月1号，孙爸爸35年12月17号，金嗓子36年4月2日。黑镇被一系列骇人听闻的谋杀案彻底打破宁静。2035年第一起叫周某某。震惊全镇，连环杀手娃娃头落下食指。这是他们的食指的骨头吧？我没有猜错。这是我的一个小爱好，我很喜欢砍下别人的手指，然后做成一个项链。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一个爱好？那就要说回刚才我讲我童年的一些阴影的事情。我爸爸会惩罚我，如果我不听从他的安排。他如何惩罚？他就是会用一根皮筋去弹我身上。弹皮筋这件事情既可以给我带来伤害，能让我疼，能让我有教训，也可以让我不留下任何外在的伤。所以刚才说到的这几位都是跟我爸爸一样的人，所以我就砍下了他们食指的某一个关节。OK， 下面，死了就放过我吧。这个呢是2035年10月8号，医院通知我说我爸爸出了一场车祸。其实我很开心，这个人终于从这个世界上离开了。所以呢，我就觉得我要开启一段新的生活，终于没有人用一种他畸形的爱控制着我了。但是我渐渐发现很多很诡异的事情，比如说刚才有提到茶叶，这个东西是我爸爸他独有的，在他去世之后，我就没有碰过这个茶叶，但是渐渐的这个茶叶它在慢慢减少，我没有喝过它，而且家里除了我也没有别人了。除了茶叶减少之外，我能够听到我爸爸的声音，我感觉他还在生活中无形当中的控制着我，这是让我非常害怕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我就烧了点东西。对，所以我就烧了这个东西。这个证据相当之关键。第一张照片，一个笔记本电脑上，马上要到特殊服务时间了。下一张，可就是拥有3个孩子的男人了。你，啊？我来说一下这个证据的缘由。刚才有说到我烧了纸之后，我就很郁闷，然后呢，我准备出去散散心。出去散心的时候，看到了一个男人，他在雨夜中就在指责他的孩子，也在伤害他的孩子。突然我就觉得我好像看到了童年的我自己，这个小孩在被伤害，所以我就把这个男人给杀了。这个人是谁？周爸爸。第一个。然后呢，这件事情让我觉得说我在做一件非常正确的事情，因为不应该有这样的父母，那是你的孩子，你在伤害他。所以呢，我就开始去关注这一类的事件。然后有一天，我是在无意识当中看到了贺礼他在直播，我就有听到他的直播背景音有小孩在哭。我就觉得我要去调查一下这个人，我就在你对面的楼上看到了你家里的一个状况，并且把它拍了下来。第一张照片呢，是他在拿皮筋弹那些小孩。
这3个小孩呢，应该是他的弟弟妹妹们。是弟弟妹妹还是孩子？我有弟弟妹妹。他没有做好一个长兄该尽的职责，反而要去虐待他们。第2张照片，电脑上的那个特殊服务即将开启，这个呢，是他除了虐待孩子，他也会把这个作为一个直播去给一些特殊的受众群体观看。啊！哇！所以我就决定我要去跟踪他，并且找到一个机会对他下手。所以我就一直跟着他，这就是这2张照片的缘由。好，好，好，快，现在就是机会，弄死他。没事，我们可以假装看不见。接下来下一个证据吧。最后一个。哎，我来啊。啊，对啊。那我念一下吧，来。患者姓名巴比，入院时间4月30号。患者在清醒期间自述，自巴爸去世，巴爸就经常在脑袋里跟自己对话，由此开始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行为，经常产生极端想法。经诊断，患者患上赛博精神病中反社会人格病，也是推手搞的。反社会人格症。没有啊。我先捋一下，钱是对上了是吧？钱孙周都有。有一个项没有，现在目前啊。那我想说，那个姓向那个人也是你杀的吗？不是。那就有人模仿你呗。模仿你杀的人啊？你只有这4个人的骨头啊，对吧？没了，你只有这4个人的骨头。对，只有这4位是我杀的人。只杀了4人，但是里边有一个人模仿了作案。对，是啊。OK， 好。现在就是你想杀他，你想杀他，他想杀他，那我们每个人都想杀掉彼此啊。那有一个逻辑就是你想杀他了吧 ？OK， 我听听你的故事吧。谁拿他的？我拿他的。你的第一个证据，这张照片，你和3个孩子，还有这个是谁啊？是我爸妈嘛。哦，这你爸妈？我爸妈。我爸是鹤顶红，我妈是金丝雀，还记得吗？啊，记得。我们一家是有6口人，我双胞胎的弟弟，还有一个妹妹。其实我们之前是很幸福美满的一家人，爸妈也非常相爱。但是后来呢，就是我爸妈车祸，然后当时我是17岁，后来就没办法，就为了生计嘛，就去找工作，就只能去干一些像直播之类的耍宝的东西，所以没多少人来看我，挣不到钱，这是最主要的，生活就越来越困难了，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他的这个直播是这样的，他大胃王吃播连续15个小时吃鸡腿，cos 美男鱼深潜入无可奈何底，鬼屋探险徒手抓鬼，3天3夜嗨唱推阵之歌，滴答滴答滴答，画笔然后画笔然后秘密，在冰冷刺激手心。502胶水泡澡502胶水泡澡。你这几个播的内容，我们长这么大没见过，你起码得展示一个吧？不行，现在的我已经是今时不同往日了，这些东西我不会再干了。第2个证据啊，
在你的床头抽屉里找到的霞青素，什么东西？遮瑕膏啊？对，这3瓶呢都是遮瑕膏，是因为我刚说了嘛，我做这些耍宝直播我做不下去，但突然有一天呢，有一个榜一大哥来我直播间，才一天刷了我可能几年赚的钱，然后给我私信留言了。说你到我这儿来达成一个协议，我保证你的直播如日中天。对，然后我就去了。那个人呢就是爸爸，因为赚钱嘛，就跟他签了这个协议。他说要在我直播过程中进行一些特殊服务。我知道的东西就是我每天还是正常的直播，但是直播收入却是往常的100多倍了，所以我的生活也因此越来越好。一开始我觉得没什么，但是到后来才渐渐发现，这样的一个特殊服务让我遭到了反噬，就是我越来越发现我有一点变态了。我爱上了那种什么呢？自残的感觉。然后这种症状会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所以我就买了遮瑕膏，因为我身上会有很多自残的痕迹嘛。哇，那你那个特殊服务现在可以讲了吗？我是真不知道，就是在我的认知里边，我每天还是像往常一样正常直播。哦，那有一种可能是这样的，他那个签那个协议，其实是做了一个手术。对，然后就在直播当中，其实不是他自己的，因为工作人格了嘛，他就工作在演自残嘛。有可能，对你这个，对你现在你不知道，他失忆嘛，间歇性失忆嘛。你的第3个证据，谁的指头？向静静的指头。好。你为什么要模仿他作案？对，我刚刚说我这自残的行为是越来越夸张，就后来呢，甚至出现了更严重的症状。就有一天，当我意识清醒的时候，我是出现在了街上，我拿着一块板砖，面前是一个已经被我拍死的女人，30多岁。然后他的身上有一张工牌是推赛博核心研究员向静静，就是他死在了我面前。其实我当下很慌，因为我不知道我怎么会杀了他，怎么会在这儿的，所以我看到这一幕之后马上跑回了家。跑回家之后看到了新闻里面播报的新闻说娃娃屠夫，我突然意识到我似乎可以用这个凶手的手法啊。你想栽赃给我？所以我回过去，把它放在了玩具熊里边，把它手指给砍掉了，带回了家。好。那么你的第4个证据是推会查侦探社的一个信封。你说要找照片里的人，我们已经给你找到了。这张照片，他姓白，但是人已经死了18年了。就是白嘛，但是你已经死了18年，所以你是就是我模仿他的作案手法，把他手指带回来之后，突然发现我的项链遗失在了现场。等我再回去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他这样的男子站在现场，然后把我的东西放在了他的包中，但是我不敢上前嘛，因为我怕暴露自己，所以我拍了张照片。我非常担心他会把这个秘密给说出去。就是你说你在向静静的尸体旁边发现了白？对啊，不是，向静静已经被我放在了那个熊里边了。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看到尸体，但是他是在我杀人的那块范围之内捡出了我的项链。那也就是说，向静静和金是死在同一个地方的？不是，你不是，他那天刚才遛弯在那遛过，在向静静身上项链掉地上了，然后正好他看到他
他这个人从小拾金不昧，他就是给昧下了，当时就是对，就准备去拿去给警察叔叔。对啊，后来去找侦探了，侦探就说：“你是在耍我吗？这人已经死了18年了，为什么还要找他？怎么可能看到了他？”这样，我觉得就有点能解释他这个5年35岁，3年35岁。他好像，他应该就是不是一个人类吧？所以他就是昨天那个脑接口那个，他应该是有被植入的意识嘛？就是所以说这个其实也没有杀推那个什么推手，没说你杀推手，你要杀白帽。对啊，但是我们有互相杀对方的动机。他也没有杀我，然后拿回项链和戒指。我要搞你，对，拿个项链叫杀人？你有我的把柄啊！有可能你知道他杀人吗？谁知道那是你的呀？你是不是想多了？你好，没事。下一个啥？诊断书。患者姓名贺礼，入院日期36年的5月2号。患者在清醒期间自述由长期替别人做极限体验，开始疯狂贪恋痛感，经常自残。经诊断，患者患上赛博精神疾病中的自虐型人格障碍。然后医生签字推手。他就是自残症嘛，这个妄想、人格分裂。暴力倾向、自残。目前你们4位对推手这个人是没有杀人动机的，但是你们彼此都想互相杀。他推出来一个杀人犯。你也是啊。哦，我也。象不是你杀的吗？真是。那就是我们应该去的地方，4楼存档室吗？没错。手术记录存档于4楼病案室。4楼病案室。病案室，就是你们都说自己不是精神病，对吧？嗯。但有个逻辑就是，这个推手说你们是精神病，而且说的症状都应验了。最神奇的就是有间歇性，每个人都有那个间接性失忆。白噪音产生并发症间接性失忆。患者姓名科学家产生并发症间接性失忆。患者姓名芭比有间歇性失忆。患者姓名贺礼产生并发症间接性失忆。这个案件就很复杂了呀。如果是4个人都有，感觉这个诊断书确实是真的。我觉得诊断书是真的，这个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你们呢，是真的精神病，还是说被手术之后变成了这样？这是不知道的，因为你们都失忆了嘛。对。通过现在已知的这些线索，能不能推断出他的死因？现在推手的死因，比如说你们有间歇性失忆，或者是你发作什么病，他是否也是在那个时候发作了？然后呢，通过什么远程控制让他发作？对，这是作案手法嘛？刚刚咱们讨论的应该是什么？就是我们4个人，不都是被确诊的精神病嘛？对。那我们4个人是不是都是有可能不想让自己待在这个精神病院，所以产生了对推手的杀人动机？哦，是吧？就是这个道理嘛。对啊，我们4个人都是在他的办公区域被他确诊为精神病了嘛？所以说杀了他是不是能让我们是精神病这个事儿给去除了？所以说这个就成为我们杀人动机了。我爸是这个地方的院长，哎，老板。对呀，那我怎么会成为精神病人在里边生活呢？现在进行 X 确认环节。X， 您慢走。我能帮到你们就到这儿了啊！下面接下来我要做坏人了。慢走了您得。
OK。哎呀，太笨了，真的是。所以你是 X。没错，他是。又开始搅局了，你又开始搅局。所以你是 X 呗？我不是。走吧。公主请进门。当当，走。这儿应该没什么可以搜的了吧？这儿不用搜了，我这样吧，我带你们去一趟5楼，咱们去看一下院长的一个办公室，好不好？好。来，院长，哎呦，我的天哪！不是，院长怎么死在这儿了？你才知道。哎，不对，你怎么能带病人出门呢？没有，这不带回来了吗？哎，算了算了，我想起一些重要的事情。你说，你记一下。什么信息？今天晚上9点的时候，我在2楼值班呢，我看到院长他回来了。啊。他先在2楼看了一下病人，然后他就回5楼办公室了。嗯。那个，你过来。哎，你说。 9点50的时候，大声密谋。但是你声音好，不听。什么？9点50的时候，贺礼进电梯了。呵。3分钟之后，白噪音进电梯了。哎。56分的时候，科学家进电梯了。呵。59的时候，芭比进电梯了。好。他们进电梯之后，电梯都停在了5楼。 他们4个非常有嫌疑，你一定要查查他们。好，放心吧，这什么东西？哦，这个是院长办公室的东西。你待会儿如果路过5楼的话，你帮我放在那个院长办公室桌子中间抽屉的附近。好嘞，没问题。不要轻易相信他们的话。当然，他们几个非常有问题。我先回去上班了，我下次给你加大剂量。好 ，OK。 那现在得到了一个已知线索，9点50的时候，没错，你们分别都来过这儿，你们记得吗？首先，当然不记得了，不记得了哈，真不记得，我的记忆是从电梯里开始的，我的记忆也是从电梯门开始的。什么叫电梯门？就是我们的记忆都是下来之后才开始有的记忆。对，就是我们打照面的那一刻开始，是我们今天记忆的开始。没错。好的，就是说明在我们见面之前的那12个小时里面。 我们是另外的那个所谓的间接性失忆，但是你看，比如说你是，赫尔第一个进去的，他是9点50进去的，如果他被迷晕了，他就晕3分钟啊。不可能吧？所以你们现在4个人耳后都有黑色印记嘛，也就证明你们都进过推手工作室，也确实被迷晕了。你们中迷晕了是在9点50到10点之间。 然后你进去之后的状况，这个我们不知道了。如果有一个人没被迷晕吧，不可能，因为我们耳朵都有印记，每个人都有黑色痕迹。哦，对啊，因为他有几个疑点是，他去了之后白进去了，也就意味白进去的时候，如果他在里面，那就是另一种场景了，也就是你们有一种可能是当时4个人都在。好了，我们4个人联合起来杀了他。没错。 或者是一进去之后直接晕倒，你晕成一片的都有可能，也有可能。不，这个可能性有非常多种。因为我们都不记得这一段时间的事情了。3分钟。对，这3分钟我们都分别干了什么，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知道，所以我们需要去寻找那3分钟的记忆。好啊，走吧，我们去5楼看看。看看到了5楼能不能想起来点什么。OK 了。
这一看就能死人的窗户。怎么有股饭味儿？好饿。哎呀，这里的椅子倒是蛮多呀。我很喜欢这个办公室的布局。进到这个房间，各位有没有想起什么事儿了？没有。你有想起什么吗？我没来过这儿。你没来过这儿？对啊。哦，哎，这不是吗？那个密码。发现了什么？这个是院长办公室的东西。它这个箱子呢，我跟你说啊，我现在就是通过我简单的这么一想，就大概知道它怎么破解了。朋友们，你们想知道吗？我非常想知道。你想知道吗？你想到了吗？没想到。你不要再卖关子了。我告诉你，没有你这么聪明。这是颜色题嘛，对不对？这个是个淡蓝色，那这里边的4块什么能组成淡蓝色吗？哇，你说的非常有道理。白和蓝嘛，4，耶，4嘛，第一个是4，家里说的对。第二个这个紫色是什么颜色？蓝色和红色吧。 5， 4、5。最后一个是绿色是蓝加黄是绿，真的假的？对，蓝黄是绿。9，那就是4、5、9。哇哦！病案室、手术室、电梯，4楼推赛博手术及病案区，这是一个门禁卡。OK， 好，我们可以去到有鬼的地方了。哎，那你们先去，我这再搜一搜。手术室里肯定有很多那种绷带怪人之类的吧？绷带怪人。走吧，4楼。这个地方没有别的线索了吗？没有了。你怎么知道？你都没看。你就往那一坐。我说让你搜吧，你非要走。我跟你说，你这个椅子里边藏了个东西，站起来。好，站起来。好，我一会儿搜。不是，这个地毯要掀开看一眼吗？哎，可以，哎，我觉得你这个思路不错。上手，各位老师们。没有了，走吧，4楼。走吧，我们去那个密档室去看看吧。走。哎，黑了。你不挺猛的吗？刚才你走前面。我开个门而已。好的，你是那个什么探？你推他，你不走前面。我有灯，今天我不怕了。哦，可以，你一会儿谁也别抓了哈。有一个逻辑是啊，咱们去的那层是黑的。推他，你今天必须走前面。按电梯呀！按电，你们干什么？电梯都不按。他连电梯都不按，你快进吧你。推他，你别你站前面。我不要。哎，对，你是灯。推他站前面，快。哦，你的衣服好亮。我这属于一个 bug 了，是不是？哦，对，你我不，哥，你看路，找你，你是灯啊，哥。我在你前面太亮了，你看不清东西。我从你车灯要从身后照。哥，车灯要从身后照。门禁，快拿卡呀！我在呢。哥，你有灯，你都不往前走。对，你的灯可以照一下。你这是给我后车尾灯是吗？你这是？哥，哎呦，好啊，有灯，走。你希望你的孩子永远是你的孩子吗？你希望他永远都听话吗？你想获得无限的多巴胺，但又不影响健康吗？你想要一个工作时完全忘记了生活，对工作内容绝不泄密打扰的忠诚员工吗 ？TSB 科技都能满足你。和我们的故事很相似，对，很相似。你希望他永远听话吗？应该是我。对，就是你爸对你的诉求嘛。对。然后你想获得无限的多巴胺，但又不影响健康，是多巴胺是他嘛？嗯。你想要快感吗？对，是的。你想要一个工作时完全忘却生活，这是我吗？是。打个比方是这样的啊，我想享受自残的快感，但我又不伤害到我自己，我怎么办？伤害别人？不是，把你的是我把我的意识转移到你身体里。身上。对，然后我再伤害这个身体，我很爽，爽完之后，我本体又没有事儿。对。哦，我知道这什么意思了，懂吗？
这个说就是这个根本就不是我们，是我们4个人以外的人，对，来所谓的这种客户来到这边可以进入我们的身体，没错，去短暂的体验他们想要的感觉，但不对自己本体造成任何伤害和影响。所以我们4个其实是那种做完这个手术之后，就变成了进入这个系统可以被人操纵的一个受体。对，你是喜欢杀人的感觉对吗？不是，他是正义使者，救小孩，这是属于正义使者，救小孩板砖拍那个是吧？不是，我没有很喜欢那个感觉。他怎么你还正义使者？他怎么不是正义使者呀？他爸弄这么一个地方，能是什么正义使者呀？我说他杀人现在都成正义使者了啊？不是，我说他那个动机嘛，因为正义就可以杀人吗？啊？我告诉你，因为什么可以杀人？因为什么？我想杀，我就杀。你自己说的吗？我要是有一把刀，我这会儿就一个一个把你们都杀死。你自己说的吗？偶像。其实有一个逻辑是什么呢？是你爸想喝那个茶，但是他喝不到，用你的身体来喝。这个东西是我爸爸他独有的，在他去世之后，我就没有碰过这个茶叶，但是渐渐的这个茶叶它在慢慢减少。他爸在控制他呀？对，就是他爸就想喝茶，想喝茶，就喝茶就爽，不是爽，他是爱喝嘛。我比如说我爱吃一个东西，但是我现在吃不了，所以只能上他女儿的身，然后去体验。怎么上他是鬼啊？不是，就是意识嘛。我觉得我们一会儿结局会集体跳大神儿。无论你是谁，从小八身上给我下来。其实是这个逻辑的，茶叶变少嘛，他是自残嘛，你是利用你的身体去工作，没错，利用我的身体去工作，然后剩下那个人在享受我的生活。可问题是我们的身份还依然是我们呀。没错，但是你会有间接性失忆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一定是有你爸的东西在里面。对，他一定是有那个那些变态客户的那个东西在里面，他喜欢自残嘛，他自己不喜欢自残吧？嘉伟是好孩子。OK 啊，不是，那他呢？他是什么？是一个很神秘的人。你别管他了，这没有我的症状，没有你的症状，没有。不好意思，院长，病案专用检索器我掉落在隔壁手术室了。如果您急用，记得去隔壁找找哈。检索器上有荧光胶条，应该很好找。检索器上有荧光胶条。机密病案损伤器显而勿动，需使用病案专，也就是我们需要这个检索器嘛。检索器在隔壁。对。这里面应该存储着我们的档案。这里面就是你们的病历嘛？对，手术的过程嘛。对，走吧。要去隔壁找东西了，去吧。我不去了吧？我在这等你们。哥，你是光啊，你是有灯的。不行，哎哥，这样你把你的跑，咱俩换一下，我去找。我这个是光的话，我就是 bug。咱们是不是失去了乐趣啊？我是这个逻辑。咱走吧，走吧。走吧。那个卡是不需要拿着吗？卡儿。那个手术室在哪里啊？在左边。这就是手术室啊。还有密码。哎，门禁卡呢？门禁卡不知道，我干什么？刷卡。这个开不了。对，要在这儿找东西吧。哎，这个走廊是个好地方。能干啥？再见，各位。这个还没开呢吗？来吧。哦嗨，哈哈嗨，哈嗨，来吧，朋友们。开了。它里边有荧光胶条，你们那个视力好的去荧光一下。你快点吧，你赶紧来。
拿，快，那个。谁呀？我刚在便室值完班，我们值班管理员睡会儿觉怎么了？谁在这吵吵闹闹的？不好意思，我不是故意的。是谁吵的我？是我，不好意思。哦，不是这个地上有很多那个。甩炮！听我说，哎，你别玩了，姜伟，你。走，我先走。哦，没事。都安静。好。玩具。你们不是楼下的病人吗？这里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我可告诉你们，我对声音十分敏感，只要声音超过70分贝，我就睡不着。哦，它有分贝率，先生。OK， 这里的地上有这么多容易产生噪音的术后安抚用品，你们在这里，我怎么睡？那你别睡了，出去！赶紧走！好，我们是先出去是吧？然后等一会儿他睡着了，我们再。哦，明白了。开车！明白了。我们走。干什么呢？我们先出去。快点！啊，荧光条。对呀。拿到了。因为里边好多荧光条的东西。他刚才偷偷拿了一个，你先不要先拆开。就把这个弄开，看一眼。这啥玩意儿？荧光胶条吗？不是，是那个地上踩的那玩意儿吧？不是吧？不，它上面是粘的，为什么？英文什么意思啊？哦，无屁 cushion， 这是什么？就是一个什么快乐气垫？放屁垫儿，屁垫是吗？屁垫，因为它很粘。哦，它这个是我知道了。咋了？然后呢？就是可以粘在墙上的。好，厉害！没有，好，去吧。我是干嘛？就是你刚才拿的那种箱子是吧？对，得一个一个偷出来看。对，他先睡着了，然后我们进去偷东西，然后呢不能发出声音超过70分贝。谁偷感比较重？我偷神。不是，他那个地上那玩意儿我看不见。对，衣服。你这不是 bug， 真的吗？你就是推他。这个时候的天选之人了，就现在天选之人是我。对。哥，你蹲着点，你往下蹲。倒一边，你先别走。有摔炮。哦，你得看着照着人的炮。黑夜里的一束光，往前走不行。慢点，你慢点。不行，好多呀，好多。小点声。啥没有啊？里边还有啊，里边的那个下面。OK 了 ，OK。没事。又是谁呀？
门口有人的话就赶紧走。出来一下，把门关一下，门关一下。怎么会有屁？那几个里边啥都没有，啊？那几个盒子里是空的。啥没有啊？应该是在最里边的。那只能是搜盒子是吧？那就只能盒子。我知道那个气垫的用处，你踩到气垫上就可以没声音的过去。对呀，但刚有一个屁。没有，那是屁声。我给你演示一下。不是所有气垫都有屁。不是。你看这没声儿，踩大的就行，小的有屁。小屁。对，放小屁。刷卡。哥，加油！就呲着地往前，不要抬脚。是啊，出去！你快点拿，快拿过来！好，开始，3、2，快！出去！出去！打死我！你这个坏人！关门！我的妈呀！我心里面铁定有东西，你信我？你这里有东西、啊？我这里绝对有东西。空的。啥？消毒纸巾。好，贴手机膜了，让你回去干贴膜了。我跟你说，那个办法好用，就直接进去拿去冲它就完事儿了。那再冲吧。我知道了，拿个盒子。拿盒子干嘛？扫地啊！哦，对呀，扫地啊！走啊！走。说的太有道理了。我觉得不如就这样，就是这一把，你就不管它有多响，你直接哗一下把那路全扫开了。哦，行不行？我们先你就吵醒他一次，先把路清了嘛，对不对？咱可以慢慢清。你清左边，我清左边，你清右边。OK。行，我想看一下哪里还有。哪有一个？可以了，这边都可以走了，现在因为它已经扫开了。前面右边那个架子。下面有一个。怎么回事？没了，没事，没了，都在这儿了。走，不对劲，一定有很多人。天哪，他好容易暴躁啊！这个人才是。我这里边有东西。你们是把里边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了是吗？所有都拿了。这个有用吗？拿了。语音识别啊。就这个了，就是这个。底下写什么？
在机密病历存储器前，清晰说出需要调取的患者名字，即可调取该患者病案。来，我们先调取8笔的呗，先调8笔的呗。3、2、1，8笔，来。哦，承载者和搭载者。脑机搭载技术内容：通过脑机接口手术后，女儿芭比将成为父亲巴爸的脑机承载者。搭载者去世后，承载者的脑机接口将打开，从而使搭载者的意识进入承载者脑内。巴爸去世后，意识将在芭比脑内与芭比共存。所以我说的那个手术就是存在的。在与芭比意见相左时，可硬控芭比身体，从而主导女儿的人生轨迹。你爸真残忍。本技术成熟，能够保证脑机接口承载者全程意识清醒，记忆完整。但是有一个逻辑，他说他记忆不完整。刚才有提到茶叶，这个东西是我爸爸他独有的，在他去世之后，我就没有碰过这个茶叶，但是渐渐的这个茶叶它在慢慢减少。他记忆不完整，是因为有一部分是他的意识是属于巴爸的，共享大脑。OK， 下一个说谁？科学家。通过脑机分离术后，分离者将切分为工作人格和生活人格。分离者的记忆也会被一分为2，一份属于公司内的工作状态，一份属于生活状态。生活人格为主人格，工作人格仅是额外分离出的工具性人格，不享有任何人权，只能够如机器一般精准地完成工作任务。本技术成熟，能够保障分离者全程意识清醒，记忆完整。我一直在有一个逻辑是，你们都有记忆间歇丢失，为什么呀？不是丢失，是我们另外一个人掌控了嘛，所以你这个人就。那现在你们是哪个人格？我想问一下。等一下啊，你现在是哪个人格？我现在是工作人格，我现在是他说的这个，仅是额外分离出的工具性人格，我现在是工具人的这个人格。OK， 好，那你现在是巴爸还是芭比？芭比。我不信。给你来杯茶。备注：其姐姐柯壳于同一日进行同一手术。柯壳做这个手术，就代表柯壳也有2种人格。对，但是我姐消失了，我姐不知道在哪里。我姐之前说你们2个不是特别恩爱吗？一开始，后来变了，然后后来她突然变了，她喜欢另外一种的你，然后你不是那样的，所以她跟你分手了，对不对？对。反正就是2个人在一起特别的好，然后呢，后来姐姐像变了一个人啊，她就跟姐姐分开了。柯壳用那个工作那个人格接触了他嘛，然后觉得他不好嘛，所以跟他离婚了嘛。对，其实也是伤害了你嘛。对，没错。 OK， 那现在知道一个逻辑了，没有人可以伤害我，只有我伤害他人的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从一开始就没有撒谎这2种人格的东西，那也就说明我们4个其实根本就不是精神病。来下一个，贺礼。哦，提供者是贺礼。哇，这么多人。享用者推富豪、推健康、推保健、推超模、推2代、推保险。你身上好多人啊，现在。哇哦！通过脑机接口手术后，柯里体内将被安装感受提供器，而享用者体内将被安装感受享用器。只要享用者有某项体验需求，提供者贺里就必须按照需求去体验执行，就能够跟享用者共享感官体验。对我这好变态。不是，我告诉你，比如说我是超模，我是推超模。打个比方，我现在想喝血，我就给他发个信息，我说现在我想喝血，你给我去喝血去，让我感受喝血的感觉。他就接受到这个指令之后，他就必须要执行，而不是说他被控制的要执行，而是因为这份协议书他必须要执行嘛。我也有记忆缺失啊。对啊，他杀人那会儿不就是没有记忆吗？就是有一天，当我意识清醒的时候，我是出现在了街上。我拿着一块板砖，面前是一个已经被我拍死的女人。其实我当下很慌，因为我不知道我怎么会杀了她，怎么会在这儿的。
他要是主动的话，他杀人的话，他就一定知道这个。对，我一定有画面。是别人嘛？对，所以他一定是被动执行了。就我下了一个令，他就必须得被动执行。但是他执行这个任务的时候，他没有记忆，对不对？对啊。OK， 这是我们暂时的一个推断啊。下一个谁？白噪音。请打开白噪音的。我没什么大问题。啊？我没什么大问题。本页资料遭窃取，原始数据已被删除，请值班室管理员667号速检查储存器。你的内容被删掉了，什么情况？是不是自己心虚了来删的？是不是？也做完案之后，没错，因为你已经恢复正常了，所以你来把哦，刚刚我们进去扫地，你在这儿删，我都不想多说他了。没错，你看这人真的。还有一种可能，是不是你也有这个档案？搜一下宁曼走。宁曼走。啊！怎么了？大声的念出来。脑机承载者宁曼走，脑机搭载者宁保安。讲礼貌。脑机搭载技术内容通过脑机接入口手术后，儿子宁曼走将成为父亲宁保安、母亲讲礼貌的脑机承载者。搭载者去世后，承载者的脑机接口将打开，从而使搭载者的意识进入了承载者的脑内。宁保安、讲礼貌去世后，意识将在宁曼走脑内与其共存，咱俩也是一样的。可随时跟宁曼走对话，与宁曼走意见相左时，可硬控宁曼走的身体，从而主导儿子的人生轨迹。签约及手术过程对宁曼走严格保密，以免宁曼走产生抵触情绪。你现在抵触吗？很抵触。你现在非常不开心？我非常不开心。所以现在你是跟你爸妈都在一块儿呢？3年前啊，我现在你很拥挤，我突然觉得我说怎么最近减不下肥，原来是一家3口人，一家3口住一个屋啊。哎，这不是写着什么管理员吗？这是吧？你想获得无限的多巴胺，但又不影响健康吗？值班管理员有个3位数密码。3位数什么密码？667。就这么简单吗？有的时候答案就是如此简单。好，我来。哎，我来，好，到表演的时候了啊！好 ，OK。等了1天了就。写的什么记性不好，一定要记得，把备忘录记在了眼镜里。看来这个人这个记忆力跟我一样啊，都不怎么好啊。好，我们现在打开了这副很帅的眼镜。播放备忘录。3楼正在观测的重症患者又跑到4楼捣乱，如果让他们窃取到重要信息就糟了。3楼就是我们病房嘛，病房区应该就是，那肯定就是我们啊。对，我也觉得是我们。那现在就是你的档案是被删除了，这是什么意思啊？你问我？那我怎么会告诉你呢？所以里边没有这个关于他的信息是吧？你看，你就听个你看，你就听个你带歪了，你给我带正点，带歪了，自己照镜子。要排查一下病患是否有缺失，如果让他们知道什么重要的档案就糟了。他那个意思应该是我们5个人都是3楼的重症患者啊。如果说让我们5个来到了4楼，发现了刚才那个电脑上的那个没有每个人的记录秘密，我们就知道自己其实不是精神病了嘛。对，这是第一个逻辑。第二个逻辑是，你们4个人有一个人偷走了白的那个白噪音，有可能是他自己，有可能是你们3个人之一。那肯定不是我呀。有可能是3楼那个逃跑的患者，所以我们去3楼看一下吧。没错，去抓那个患者。贵宾3楼请。贵宾，欢迎光临。
5位贵宾3楼请。哥，你是一束光，你还不走前面？我只做自己的光。宁哥需要你的灯，快！我今天这件衣服选的是对的。宁哥站前面。No， 快点，我要站你后边。我在后边。不是你给我照一下按钮。我不要，我不要。你在撒什么娇？我不要。我不要。我的天哪！这两人身高像门神一样。走。哎呀，你怎么又在我身后啊？那不让在身后。好，没事啊。你怎么又要搂我腰了？在掐脖，击打你后脑。嘘。哎，我们现在到的是个医院。白噪音啊！你记得我吗？他是我的好homie白噪音啊，对不对？你还记得吧？你怎么证明他是白噪音的？他叫白羊座。你就是个商品。我不活了，我真是不配活着。太奇怪了，死都死不了。难受啊，想死啊，想脱离苦海啊。杀了这个推手，你们就能自由了吗？杀了彼此，一起解脱。有一种可能是你们其实已经死过了。死过了又活了。这个死者是你们4个人当中一个，他可以操纵任何人。以灵魔持续不了多久了。妈呀！你便宜太大了。其实就是谁有杀人的能力嘛。有一个人可以啊。这个人醒过来了，这个是最关键的。你在这个地方待的时间最久。那你要这么说的话，这个人一定是我。这是事实发生过的事情，你不觉得这样太简单了吗？意思我们一人给了一下。咋他能是 X 啊，哥？他还能不是 X 吗？这个人就是凶手。本节目由思维师超光屏联合赞助播出，解锁上扬能量，推民自信上场。本节目由 SK2 特约赞助播出，根源抗老修护，年轻眼见为实，眼镜一戴人人爱，智能助手悄悄来，与华为智能眼镜2一起开始推理吧。扭转悬念问号，开始推理吧。一起推图不多的真与假是能摸瓜。黑云映雪雨滴，推针笼罩迷雾里。小阳神烛火摇，挂着影子多一句。风声起，脚步急，满袖藏进烟烟去。真相隐无声的夜里无痕迹。把银河像系统的解密这道题，隐藏着双重身份，谁从当卧底？上微博进入开始推理吧话题页，和推理团一起探索推真的秘密。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知乎搜开始推理吧，参与节目话题讨论。新浪新闻、QQ 超级粉丝团、星办、星款、立地城传媒、碰星、星芒、X 先生、乌有岛沉浸游戏体验馆。关注高能一辈子，你的超高能娱乐圈人脉。